广大腾讯网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洛杉矶林书豪的公寓里跟大家做一个现场的采访，因为我们知道最近呢，林书豪已经是与这个夏洛特山猫队夏洛特黄蜂队应该是已经改到黄蜂队队名了。现在黄蜂队签约2年，所以呢，今天我们现在到林书豪本人请到了现场，咱们聊一聊就是整个这个签约的过程。首先呢，大家中国这些你的球迷们啊，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因为在这么多球队之后，选择了这个黄蜂队。最重要就是我觉得 Charlotte，他的教练很喜欢我，然后他也知道，他已经想过很久，他要怎么用我，他们明年的体系，他们明年会打得比较快，会打得比较多的 pick and roll，然后这是最重要，就是教练要我加盟他们的队，教练喜欢我。然后第二就是，我真的没有有太多的选择，我知道大部分的粉丝都以为，我也以为可能会去小牛队，可是他们都就是最后的时候。他们没有那么多兴趣，所以Charlotte 是，然后 Charlotte 就是非常喜欢我，然后我在 Golden State 第1年的时候，我已经跟Coach Silas， 他现在在 Charlotte 当 Assistant Coach， 我已经跟他非常熟，所以我问他很多不同的问题。对，当时这个小牛队选择签这个 JJ Barea， 不知道这跟你选择放弃小牛队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我来就没什么。Yeah， 有 I mean， 就是我觉得小牛队有签了 JJ， 有签了别的控球后卫，他们有他们有机会也签我或者是加盟我，可是然后他们不是从来没有兴趣，他们有兴趣，可是我知道。我决定的时候就是跟 DeAndre Jordan 的事情都是就是对，所以他们最大的东西就是最大的 issue 就是对，他们就都在专注DeAndre 明年会在 LA Clippers 或者 Dallas， 所以他们不是对我不好，可是就是不是希望不是要我像Charlotte 要我。明白。那 Charlotte 的主教练 Steve Clifford， 他跟你就是有没有说过什么？比如说讲过一些什么东西让你深信，就是说 Charlotte 就是我的球队，而包括说我呢也确实能帮到 Charlotte Hornets。第一就是他非常懂篮球，然后他也很喜欢我的打法。他4月他们去年的球季结束的时候。他已经告诉大家，他要2个球员，一个是我，一个是我不会提第2个球员，因为他们没有拿到。可是就是他非常喜欢我，然后已经看了很多的我的影片，然后就是知道我喜欢怎么打，然后我跟他在电话上的时候谈了。2-3次谈了差不多3个小时，然后，我加盟 Charlotte 的时候，我跟他去吃晚饭，已经又谈了2个小时，所以总共已经谈了5个小时。然后，他8月也会去加州看我训练，然后我们也会吃饭，谈一谈。所以，他已经就是他很期待，然后，他就是真的喜欢我，所以我很感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当时刚才你说跟这个 Steve Clifford 谈了很长时间，他在谈的这么长时间里有没有谈到就是打先发或者替补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 Kemba Walker 在他们那儿打这个1号位，所以说包括1号位或者2号位，他这些东西现在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肯定，还是说也是不能确定？他说现在如果我问他，他会说我是。替补球员，然后他说，可是如果我打得很好，他就是觉得，先发，他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我打得很好，他然后我的球队需要我当一个先发球员，他
他不会说哦，你只能打板凳球人，然后他也说了，他要我跟 Kemba 一起打很多，然后他说我会有比较多的机会打然后他说如果你在别的队，如果你不打好的时候不表现得好，可能他们就会选或者用别的控球后卫。他说在 Charlotte 如果我有一些比赛没有打得特别好，他会让我继续打就是英文说a lot of room to play through mistakes。那这个1号位和2号位你其实都可以打，比如跟坎巴一块打的时候，就可能打一个无球的这个2号位，但如果坎巴去休息的时候呢，可以打这个1号位。我们大家中国球迷都知道，你最擅长就是跟这个内线球员打这 pick and roll。打 pick and roll， 现在我们也看了一看这个黄蜂队的这个 roster， 有很多球员比较适合打这些 pick and roll， 比如说大家还给你这个都给你设计比如新队里的 Spencer House 这些能投的这些球员，所以说是不是这个也对你决定有一个帮助，就打很多的 pick and roll？ Yeah， 对，因为去年他们不是打得特别快，所以他先跟我说他要打很多的 pick and roll， 我说可是去年没有看到你有打 pick and roll， 可是没有打很多的 pick and roll。然后他说，如果你看我们今年已经加盟拿到哪一些球员，然后let go of 哪一些球员，大部分的球员他们就是像 Frank Kaminsky 在 NBA draft， 或者他们拿到Nick Batum、Jeremy Lamb、Troy Daniels， 这些都是很会投三分球，然后投得很准然后他们也有Frank 是一个 stretch four， 所以他就说，因为我们现在有比较，我们投篮可以投得比较准，我们就会有比较多的 spacing， 会打比较多的 pick and roll。然后他说最后一个最重要的 piece 就是我们需要有两个球员可以很会打 pick and roll。然后他们说他们已经有一个是 Kemba， 需要第二个，因为我们会一起打，然后有些时候他会在一边，我在第二边，然后我们就会互相打 pick and roll。Yeah。那说完了球队的风格之外这个说到这个城市 ，Charlotte 其实是一个不算大城市了。你之前在这个 San Francisco LA New York 都打过，现在要马上换到一个 Charlotte 这种小城市去，会不会在生活 lifestyle 在生活方式上会有一种会预期到哪些变化呢？我觉得不会有太多的变化。我通常就是留在家里，不常出去。我很喜欢就跟家人跟朋友打电动这些东西，看电影所以我觉得我不怕去一个小城市。然后我觉得 Charlotte 也是一个很漂亮很安静的城市。然后他们也会有，像我已经听说他们有我明年会钓鱼，明年会他们有一个culinary school， 就是他们有教很多的学生当chef。然后我最近也喜欢煮饭，所以我希望可以上一些2-3个课。所以你做的是中式还是西式，还是都有？大部分都是西式，然后比较健康的像 salmon 鱼或是牛排、烤鸡。我不能吃炸的，不能吃很多甜的，所以大部分然后不能吃太多油的，所以大部分是比较健康的食物。好，那这个说完城市还是围绕着球队来说。我们知道夏洛特黄蜂队的老板是大家都知道的 Michael Jordan， 这个也算是应该是世界上可能是最好的篮球运动员。他在整个你这次签约的过程中，是不是起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还是说他就是完全就是把这个权力放给 Steve Clifford 这边？大部分是给 Steve Clifford， 然后我也跟 Rich Cho 跟 Chad Buchanan， 他们是 General Manager 跟 Assistant General Manager， 所以我跟他们3个也跟 Coach Silas 都谈了，在电话上讲话，然后我问很多不同的问题，大部分不是跟Michael Jordan 讲话，Yeah。那就是说，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球员效力，从明年开始就为他打球，有没有一种特殊的
感觉？因为我们知道以前这些年 ，Jordan 经常会到 practice 的去看球队的训练，甚至跟这个球员指点啊，交流啊。有没有可能就是从他这儿以后会学到点什么技巧、什么东西？我觉得我的打法，不是像他的，对，所以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可以，他可以教我很多，可是，我还不知道他会不会看很多的 practice，他会不会常常在那里，或者他，因为我听说，球季开始的时候，通常他会在，然后他会看很多，然后他就会跟球员讲话，然后球季到中间，最后的时候，他大部分的时候，不是看每一个比赛，或者不是比赛，不是看每一个 practice，他好像大部分的比赛都看，或是在网络看。但是如果球队真的如果打到了 playoffs， 那就肯定他得看了，这是一定的。对。但是你觉得下个赛季Charlotte的这个 playoff chance 怎么样？我觉得很高，因为2年以前他们打进季后赛，然后去年就是他们Kemba 受伤了很多次，然后 Lance Stevenson 受伤了3-4次，然后 Al Jefferson 也受伤了，然后他们就是去年不是打得特别好，可是他们今年已经加了很多很重要的球员，我觉得 Nick Batum 会是非常重要，他很会就是投3分球，很会传球，然后也防守的时候也可以防2号、3号、4号，然后他们也加了别的球员，我觉得今年的机会会比去年的高 ，Yeah。最近中国的球迷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啊，说你自己最近表示说这 Rockets 和 Lakers 都不是最适合你的球队，那为什么让你觉得这 Charlotte Hornets 黄蜂队比这2个队来说就更适合你呢？我觉得在 Houston 火星队，因为他们的体系是很适合我，可是大部分的时候，因为他们有 James Harden， 他控球，对，大部分的时候他是2号，可是大部分的时候他在运球，所以我有就是通常我会在 corner 或者就是希望他传球给我，然后可以投3分球，然后我就是有在这里进步，可是这不是我最厉害的地方。然后在 LA，就是打的我们的体系是不一样的，就是打很多 Princeton sets， 比较像 triangle offense 这些东西，不是打的特别快，所以我觉得 Charlotte，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很重要，就是教练需要喜欢我，教练需要懂怎么用我，然后我觉得 Coach Clifford，我不能答应，可是我觉得从我跟他在电话上，然后去吃饭的时候跟他讲话，就是他已经真的很懂我喜欢打很快，打很多 pick and roll。最近在一次访谈上，你表示你最近现在除了在投篮的手型上有一定改变，还多练很多 floater 的这种训练，是不是这个对下赛季可能也对自己会有一定帮助？希望可以，因为我知道明年因为我会打很多 pick and roll， 所以我觉得抛投需要非常重要，非常准，因为你一碰到很高的、很会跳的中锋，需要有一个 floater， 如果我可以投进这个 floater， 那他就需要选要不要防我，或者是他要不要回到就看roller 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然后我也在慢慢改变我的投篮动作，希望比较稳定。篮球的问题基本咱就说这么多啊。那个是这个，咱在这赛季之前，就是加盟湖人之前，咱们坐起来聊过一次。现在一个赛季雷克尔打完了，就是很多中国的球迷想关心啊，你之后去到 Charlotte 了，还会不会跟现在的雷克尔的，就是上赛季这些球员，哪些球员你还一定会跟他们保持联系？已经有跟他们联络了。我知道大部分的时候，因为你签约加盟一个队，大家都会发 text message 或者
因为我是自由球员，所以我已经跟了Ed Davis， 我们已经谈了3-4次，然后Wayne, Ryan Kelly, Nick Young, Robert Sacre。Jordan Clarkson， 就是已经跟了很多不同的球员讲话。在就说这些球员可能在之后去夏尔特还会保持着联系。一定会，因为我们还是朋友。那中国球迷不得不问一句：科比怎么对科比呢？我不知道。我球季结束的时候还没跟他讲话，可是我觉得可能会，然后我看到他也会跟他讲话。现在说说咱们这夏天来了之后，肯定是要有中国 trip 的 China trip 要去。就说在球队，因为12要去中国打这个 China Game 嘛，在打 China Game 之前，你会不会就是以个人的名义先去中国做一个中国行，还是说直接就是等到10月份的时候跟球队再去一块儿去中国现在我们8月可能会去，然后10月好像或者11月10月还会去 for NBA Global China Games。那8月会去的话，现在有没有一个行程了？比如说要去哪个城市啊？这次大家好，等着去看你啊。就是一个城市，好像是去北京。去北京。Yeah. OK， 那不错。在今年的中国赛上，因为我们知道 Charlotte 本来就是在你签约之前他就已经确定了，他是要打这个 China Game， 是跟这个 Clipper 打。那现在你去了之后呢，可能中国赛上大家就不会再关注这个 Kemba Walker versus Chris Paul， 现在可能就都到中国肯定就变成了是 Jeremy Lin versus 林书豪对 Chris Paul， 这个会不会给你增加这个额外的压力？我觉得已经跟他打了那么多次，不会给我太多的压力。然后我也知道这是 preseason，然后最重要不是我们的对手是谁，然后最重要也不是赢球，因为这是真的是 preseason， 所以最重要就是每天我们的团队合作比较好，我们看哪一些 plays 会对我们很好，哪一些 plays 不会很好，我们防守的时候需要哪些地方需要改变。最重要 preseason 最重要就是第一就是健康，第二就是准备球季，然后第三就是花时间跟你的队友然后有这些篮球的经验。篮球层面的这个抛开之外啊，就光说这个受欢迎，比如受欢迎程度，到中国之后，可能这个2个队全算上 ，Clipper 和这个 Hornets 都算上，你一定是这2个队里头在中国最受欢迎的球员，大家给你的欢呼肯定是最大的。这个会不会就是在刚到了新的球队之后，到中国以后有一个得到这么一个所谓 treatment 吧，会不会感觉更好，或给你带来更强的信心在新的球队面前？我一定会很高兴。我知道我觉得这个 NBA China Games 非常重要，因为就是有一个机会在中国的球迷面前打球，不是在他们不需要早上看电视或者什么，他们就可以直接去那个球场看我们打。这对我是很重要，因为我知道我有很多不同的球迷，他们都每天看我们的比赛在电视上，可是可以真的去中国，可以去这些城市打篮球，就是很重要，非常重要。我们就是腾讯的，现在 NBA 已经与 NBA 达成了一个官方的合作，就从明年下赛季开始，我们就是独家转播这个 NBA 的比赛啊。我听说现在你已经也是开通了腾讯的这个微信，就是微信的一个公众账号，能不能跟你的球迷、跟腾讯的球迷这详细介绍一下，说怎么通过什么方式可以去在微信上跟你互动？就是我的名字在WeChat 上就是林书豪717，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去找search， 然后 follow 我。我希望可以有很多好玩、很有创意的内容。就是林书豪的拼音啊，就是 LIUSHUHAO 717呢。刚才我也问了一下，就是你的等于是2个号码，对，7号和17号。
那这2个号码等于说是你整个在 NBA 这生涯里就用过这2个号码。对，下赛季还是用回这个7号，听说。说为什么不选择这留着继续是用17号呢？我去年我也希望可以是7号，可是他们已经有Xavier Henry 是7号，我有问他我可不可以有7号，可是他不给我。所以如果我有选择，我会选7号。对，是什么特殊的原因来的？跟球迷分享一下。就是7号就是在圣经上帝就是他7号是上帝的favorite number， 他通常你看他们每一个礼拜有7天，就是it represents completion， 就是完美的。然后我到小牛 Summer League 的时候，我没有说我要任何的号码，可是他给我7号，然后我就答应我自己，如果我从 Summer League 打到 NBA， 我绝对会一直穿7号。这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这么一个故事啊！那最后咱们也是聊了这么多，最后也是能不能通过腾讯向你的所有的中国球迷说几句话，也是包括马上要去中国赛啊，跟大家见面之前再说几句话。谢谢大家看这个 interview， 谢谢大家看我们的比赛，希望你们可以继续支持我，看我们明年的比赛。我们的目标就是打进季后赛，然后10月我们会去那个 NBA China Games， 希望你们也可以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就是我很感谢你们，就是每天都在网络上看我的新闻。好，谢谢参加这次访谈，非常感谢。